大家好，这名网友说，董军儿也跟着去越南，怎么解释呢？有报道称，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自2025年3月11日的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再也没有公开出现过。缺席了包括4月8日到9日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等重要的场合，引发了猜测。部分外媒，比如《华盛顿时报》、英国《金融时报》纷纷报道何卫东可能被调查，但是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于3月27日表示没有这方面的消息，不了解情况。目前官方暂时没有官宣何卫东被抓。2024年11月28日，中国国防部证实，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被停职调查。这是官方确认的事件，表明苗华确实有问题，可能与贪腐有关，但是主要是权力斗争。国防部长董军在2024年11月被外媒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可能因为贪腐被调查，但是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否认，称相关报道纯属捏造。英国的《金融时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逐渐成为中共的固定的放风渠道。董军随后于2024年12月5日在上海公开露面，12月19日访问越南，以及2025年4月8日会见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显示董军呢经常出来打卡。尽管如此呢，由于董军缺席了很多应该由国防部长出席的活动啊，就董军经常缺席已经见怪不怪了。2025年3月4日到11日全国二会期间呢，军事代表团会议按照惯例，国防部长通常以中央军委委员或者高级将领的身份出席全国人大军事代表团的分组讨论或者全体会议，与代表们互动，并回应热点问题，比如国防预算、军队现代化等等。董军作为国防部长，虽然在二会期间出现在公开的军事代表团审议的电视画面中呢，但是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或者发表讲话。这与前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的活跃表现形成了对比呢。部分媒体报道，刘振立以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的身份出席了军事代表团的部分会议，并代表军方就军队备战能力等问题发表评论。通常呢，此类场合由国防部长主导，但是由于董军也不是军委委员，刘振立经常顶替董军的工作。2025年4月2日，中央军委植树活动。中央军委每年春季组织的植树活动是军方高层集体亮相的象征性场合，国防部长作为军委委员或者高级将领，通常会与军委主席、副主席等共同参加，展现团结和纪律。董军呢，没有出现在此次活动的报道之中。官媒报道仅仅提到了席包子、张又侠、刘振立、张生民出席啊，董军到底是压根就没有出席植树活动，还是出席了，由于职务太低没有被报道啊，还有待确定。现在也没人关注董军了。2025年4月8日到9日，中央周边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涉及到中国周边安全战略，国防部长通常会列席，并就军事外交、区域安全等议题发言，特别是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但是台下也没有看到董军。王毅主持的会议
何卫东也缺席了这次会议啊。这次是打着周边工作会议的幌子的会议，会议的规格很高，中共的高层呢，除了何卫东，几乎悉数出席，不太可能只是周边工作这点事情啊。也就是说，100%是中共召开了一次重大的会议，但是没有公开具体的内容啊。我们只能猜测习近平发表了退休讲话，不然中共最近也没有什么重大的事儿啊。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个事情更重大呢？2025年2月初春节期间呢，军方的慰问活动，国防部长通常会参与。军方高层对基层部队的慰问或者视察呀，董军没有相关的报道，而刘振立的出现在某战区部队的活动中呢，董军自传闻之后呢，多次公开出现，包括国际场合，比如2024年12月9日访问越南，2025年4月8日会见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但是更多的只是为了打卡而打卡呀，不能证明董军的安全。苗华被视为是董军升迁的推荐人，董军曾经是苗华在海军时期的部下，使得董军可能因为苗华案受到牵连。分析人士推测呢，这仅仅是推测，董军可能因为苗华案提供相关的信息而戴罪立功啊，暂时保住了职位，也就是董军是个二五仔。但是董军与苗华的密切关系意味着潜在风险没有完全消除啊。中国军方近年以反腐为名的政治斗争空前激烈，前2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均被抓，显示军队内斗的激烈程度啊。董军作为现任的国防部长，没有被任命为军委委员或者国务委员，地位大大低于前任，是中共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不是副国级的国防部长。董军是中共第13任还是第10几任国防部长？前面的全都是要么是政治局委员，要么是国务委员。习包子在3中全会上完全丧失了大权，胡锦涛他不让董军当军委委员、当国务委员呢，就不让董军晋升副国级啊。这收拾董军是早晚的事情啊。董军呢，经常出席各种活动啊，说明他确实面临调查的压力啊。但是相比何卫东的持续失踪，董军的公开活动现在还能跑越南呢，只能证明暂时没有抓董军啊。我们看董军这个表情啊，咬着嘴唇，这是内心紧张呢，或者是内心有事儿的标志啊？他自己这都写脸上啊，这还看不出来吗？董军是否会被抓呢？支持董军被抓的因素有：苗华案可能牵出更多的人啊。董军作为苗华案的关联人，难以完全撇清。军方以反腐为名的政治斗争呢，持续深入。董军如果被抓住把柄，随时可能会被处理啊。历史先例显示，国防部长的职位高危，比如魏凤和、李尚福接连被抓呀。董军没有获得军委委员这样的关键职位啊，表明董军在高层内部的支持不足啊。近期董军缺席多个应该由国防部长出席的活动，证明董军并没有彻底过关啊。不支持董军被抓的因素有：董军近期偶尔就出来打个卡呀，显示现在这个党中央好面儿，有意维持董军的形象，短期内被抓会进一步损害解放军的声誉啊。官方曾经明确否认董军被查啊，表明现在的中共中央可能不愿意立即处理董军，以稳定局势，不是要保董军，而是要稳定局势啊。
如果董军确实提供了苗化案的信息呢，有可能换取暂时的政治保护啊。苗华、何卫东等人的问题可能涉及军队的派系斗争，胡锦涛对细胞子的军队势力进行大清洗啊，董军在劫难逃。董军短期内呢1-2个月之内被抓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中期来看呢，在2025年之内，如果苗化案扩大，军内大清洗加剧，董军仍然面临较高的风险。关键取决于胡锦涛清洗军队的布局，以及胡锦涛是否需要董军继续扮演稳定的角色啊，在这里演戏。由于中共的黑箱操作和不透明性，精确预测董军被抓的时间非常困难。如果董军被抓，可能是在以下事件的节点啊：2025年8月8日，中共四中全会之前呢，为了烘托气氛，直接就把董军给抓了。也可能是突发事件触发呀，比如苗华案牵连出新的证据，董军就会和苗华一样，突然宣布就被抓了。目前看呢，2025年下半年是较高的风险期，但是如果董军持续保持公开活跃呢，则有可能推迟。总体判断呢，董军尚未表现出与苗华、何卫东相同的失踪，但是已经有被官方调查的迹象了。短期内呢，大概率是能过关，但是董军与苗华的关联、军内大清洗的背景，以及近期缺席由国防部长应该出席的活动啊，董军的处境不稳固，类似魏凤和、李尚福的命运呢，也并非不可能啊。在细胞子的第1届任期之中呢，细胞子被确立为党中央的核心之后呢，在公文中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冠在这个党中央的前面呢，已经成为了标准的说法。再说的更具体一些呢，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党中央的时候呢，那至少一开始是要提一句以细胞子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样的表述呢。举例来说呢，2023年9月28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的关于20届中央第1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与2024年3月30日刊登的关于20届中央第2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道，开头就有以细胞子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等句式啊，这党八股的固定表达方式。而2024年10月29日刊登的关于20届中央第3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道，也以细胞子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作为开头啊。但是呢，这3月31日公布的关于20届中央第4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啊，开头没有以细胞子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字句啊。文章中虽然使用了多达5次党中央的用词啊，但是全盘避开使用以细胞子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5个党中央都没有一个细胞子。从过去的惯例来看呢，实属异常。那细胞子正在逐渐的被党中央核心圈子中抹去了。党中央不再以细胞子为核心呢，我觉得这一层解读还不一定完全到位呢。不单是党中央不再以细胞子为核心呢，可能党中央的成员都要把细胞子给抹去了。这是政治局会议的官方决定啊，是不是他就已经决定了说彻底取消细胞子为核心呢？细胞子已经彻底不再是党中央的核心了，还有待观察呢。但是这个政治局会议呢，1个月他只开1回，所以这个月细胞子100%它不是党中央的核心了。下个月能不能恢复呢？我觉得也够呛的。在以4月3日
人民日报》头版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的文章来看呢，文章中虽然也出现了党中央，但是也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这样的字句出现了。也就是说，李强也不再搭理细胞子了。同日呢，人民日报报道了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座谈会的谈话内容以前呢，王沪宁不管是任何会议上至少提一次，包括确立以细胞子同志党中央为核心的2个确立这次没有再提这似乎意味着，如果今后党的声明与高层的讲话不再出现以细胞子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2个确立等关键字的话，可能党中央要把习近平从党中央核心彻底的抹掉革除，将细胞子降格为集体领导体制中的一员李强代表国务院，王沪宁代表政协，现在已经有政治局、国务院、全国政协3大部门背书，细胞子已经不再是党中央的核心了。是不是过2天这细胞子连党中央的成员都不是呢？估计也就快了，还有4个月。好的，谢谢大家。